人每天晚上都会做奇怪的梦，梦里她离奇消失的老公不仅总是用他的触手将自己塞满，甚至还总说自己是什么恐怖游戏里的 boss。直到她在睡梦中被拉入恐怖游戏，她这才惊奇的发现，嗜杀残忍 boss 跟她老公长得一模一样。不过老公好像不记得她了。吴卷生气的捏紧拳头，你最好是真的失忆，不然离婚。此时偌大的医院里排着一长条队伍，队伍中不只有人类，也有畸变的怪物。记住，做检查时不要跟怪物们搭话，不要去戏弄怪物。拿着记录本的医生对外面的人嘱咐。等医生走后，有人扯吴卷衣角，颤抖着声音问：“哥们儿，你知道我们现在该咋逃吗？”吴卷瞥了他一眼，眸中淡淡无语。光屏上写了，让我们排队做检查，去检查室看看就知道葫芦里在卖些什么药了。他本来在去警察局的路上，准备去问问1个月前离奇失踪的老公踪迹，没想到会在路边直接睡过去，接着便被拖进恐怖游戏里。跟在吴卷身后的小年轻，现在倒是想起来自我介绍：“哥，我叫马楼。”马楼自我介绍的语速飞快，吴卷没有回答马楼的话，而是极为大胆地转过身直面他以及他身后的怪物。怪物脸上长着一张巨大的嘴巴，布满乌黄牙垢的牙齿裸露在外。马楼眼珠上翻，差点一下子晕厥过去，抓住吴卷的胳膊才稍微好点。吴卷蹙眉将马楼拉到他的身后，对准怪物抬腿就是一脚，运动鞋蹬在怪物身上，竟然将他硬生生踢得后退好几步。后，怪物捂着肚子张大嘴朝吴卷嘶吼，夹带着腥味的口气朝着两人的脸扑过来。吴卷脸色发白，但站在原地一动没动。他在回忆记忆中那英俊的男人，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，似乎听见他说过游戏规则：“小吴同志，你要不要也来玩一下？里面的怪物看起来好蠢，你给他一拳，只要跟他道歉，他就不会吃你。”于是吴卷在怪物冲过来之前，试探性的对怪物说：“对不起。”几秒后，怪物竟然真的停下生气的状态，合上嘴巴站在队伍后面继续排队。排在队伍一众人等见到这一幕，顿时都瞪大了眼睛。马楼浑身一颤，他死死盯着吴卷的背影，紧跟着脚步。不慌不慌，跟着吴大哥有肉吃。大哥，您叫什么名字啊？吴卷言简意赅淡漠地说了自己的名字。马楼轻咳两声，美人的名字也这么好听？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霍修然的失踪会不会跟这个世界有关？不过没听说过有人因为进入恐怖世界而失踪，要么活着回去，要么就死。听见吴卷提出的问题，马楼想到个事情，他激动地拽住吴卷的袖子。这个世界是恐怖游戏衍生出来的世界，我之前玩过。我记得等排队让医生检查过身体后，医生会给我们发一部手机，手机里有个原始联系人，每个人收到的消息都不一样，不能把自己收到的消息告诉其他人。他们做检查的方式非常简单，由一个医生带领病人进入病房，检查身体上是否有伤痕，若是没有伤痕，再送进仪器检查，仪器扫过一遍，不管结果如何都算过关。很快就轮到了吴卷，医生询问他的姓名，他字正腔圆地回答：霍修然。医生比尖顿住在登记本上留下一个墨水点，浑浊的眼珠子死死盯着吴卷，最后在登记本上写下丑陋的霍修然3个大字：进去吧，你是1号检查室。男医生怨毒地递给他一块脏兮兮的木牌，吴卷忍着恶心接过，走进了检查室。里面灯光昏暗，更像是废弃已久的古老建筑。他走到1号检查室，推门进入，在漆黑一片中，突然啪嗒啪嗒的脚步声响起，他紧张地紧贴大门：你好，你是来带我做检查的医生吗？对方没有回应。吴卷随手摸到一个防身武器，缓慢靠近对方：你好。话还未说完，他握刀的手被人攥住，他灵敏转身，试图举起刀朝那人刺过去，双手反被反剪在身后。他整个人面对面跟医生贴得非常近，医生的身上意外的不难闻，是清新的薄荷香味。吴卷意识清明许多，能抽出精神来分析这位医生的意思。进来之前门口上的规则明细写着，进来后需要脱掉衣服让医生检查，但是在黑暗的环境中，就算他脱掉衣服，医生真的能看清吗？医生麻烦放手。吴卷正动2下，语调不急不缓：我要脱衣服。黑暗中只有他的呼吸声，回答他的是医生放开手的动作。医生后退2步，给他留下脱衣服的空间，思绪飞速运转。吴卷动作麻利地脱好衣服，站在医生面前：还可以。医生沙哑的嗓音突兀地出现在黑暗中，像是被人故意毁坏了嗓子，也像是一道催命符，激起吴卷一身的鸡皮疙瘩。幸好这个医生只是看看没有上手，不然他不敢保证自己一定不会违反规则。跟霍修然结婚4年多，他才习惯霍修然的触碰，换做其他人他不允许。跟我来。医生的脚步声出现在吴卷2米外的地方，他按住飞速跳动的心脏，穿上医生递给他的病号服，跟着往更深处走。幽蓝的灯光下，吴卷不错过任何一个可以观察医生的机会。穿着白大褂的医生隐匿在黑暗中，身材高大，看起来身上也有肌肉，或许是常年在研究室里跟怪物做斗争训练出来的。霍修然当时有提到过关于医生的身材吗？吴卷回忆不起来，看不清医生的脸，他只能选择走一步看一步。躺上机器后，吴卷闭上眼睛，耳边是嘈杂机器运行的声音。时间过得很缓慢，他在意识昏沉中感觉到有只手在摸他的小腿，那指尖上覆满薄茧磨蹭的他头皮发麻，顺着小腿往上一路到了肚子。吴卷忍无可忍，睁开眼睛，瞳孔瞬间紧缩，将骂人的话全部堵在喉咙里。怎么会是他？他看着近在咫尺的温润面庞，怎么回事？ NPC 医生怎么会是霍修然？无法用常理解释的事情，吴卷连安慰自己都做不到。他死死盯着医生，但长相神似霍修然的医生只是静静地为他做检查，在他身上抹上凝胶一类的东西，又用纸巾擦去，最后再细致地帮他穿上病号服以及病人专用的布鞋。这一切行为都跟霍修然在现实中照顾他没有区别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吴卷坐在病床上，拽住蹲在他身前的那位医生，后者被迫扬起头，眼中波澜不惊，全然不是往日看见他时的那种爱恋。吴卷心中苦涩，但不知该如何表达，他只能咽下不甘心，咬咬牙重复：你叫什么名字？医生的嗓子受到破坏，机械而呆板地回答他：我叫霍修然。难怪门口做登记的医生会问他2遍名字，原来是正牌霍修然就在医院里面当值。你今年多少岁？吴卷接着问他。霍修然眼珠子转了一圈，呆滞地望着他，里面不夹带一丝一毫的私人感情，似乎像没有心跳没有体温，不记得他们曾经度过的4年婚后生活。吴卷眼眶红了一圈，他倔强地想要得到霍修然的回答：你不记得我是谁吗？霍修然似乎对这个问题有了反应：你是我的病人。好得很。吴卷来到游戏世界的第1天，成功跟游戏结怨，他深吸一口气，打算不再继续为难霍修然。我的检查报告出来了吗？霍修然定定地注视着他那美丽的病人，
缓缓站起身去拿出打印好的单子。我不要单子。吴卷拍开那张没用的检查单，秀丽的眉头紧蹙。我要手机。马楼说过，检查正常后会获得一部手机，虽然不是用来联系同为人类的玩家，而是联系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的怪物。名为霍修然的医生被驳了面子也不发脾气，他再次转身从抽屉里拿出一部跟快小板砖似的老式手机。吴卷拿在手里掂量了2下，想试试硬度能不能砸晕医生。不过看看眼前低眉顺眼、失去了生机的霍修然，放弃了拿他当试验品的想法。我走了。吴卷往外走了2步，没忍住转身回来抱了霍修然一下。他没闻错，霍修然的身上真的有股清淡的薄荷味，跟其他医生身上的臭味不一样。面前这位肯定是她老公没错，只是暂时失去记忆，沦为了 NPC。等他想想办法，看看能不能将霍修然弄出去。吴卷默不吭声回到排队处，只是一会不见外面排队的人少了很多，剩下的全是怪物。怪物跟人类用的检查室不一样，吴卷注意到这一点，他想往怪物做检查的房间去，被门口登记的医生及时叫住。那边那个你干什么去？吴卷瞥了医生一眼，问了他一个问题：怪物做检查的房间人类真的不能进去吗？医生在听到这个问题后，脸皮蠕动得更加畅快了，他们似乎想要钻出皮肤跟吴卷来个脸贴脸。真的不能进，两人的距离现在已经够近了。下一秒，吴卷扬起手机砸在了医生的额头上，发出的声音不是砸在头盖骨上的闷响，而是砸进像装了水的皮球里一样。可是医生的头却破了皮，医生终于露出了惊恐的神色，慌忙抬手紧紧捂在额头上的缺口处。与此同时，浅浅的伤口里流出来雪白的液体，落在地上散开来，就是一个个圆滚滚的小珠子，从珠子里钻出来些白花花的东西。医生脸皮下面蠕动的就是这个玩意儿。卧槽，这是什么鬼东西？马楼在吴卷后面一个做完检查，没想到正好撞见吴卷正面对着一堆虫子。吴哥，快走！马楼凑近了才想起来那些小虫子是什么东西，他目露惊恐，上前2步拉着吴卷一起跑，直到跑到没人的地方他才停下来。那些虫子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吴卷吃了没玩过游戏的亏，他暂时将那位长得像她老公的医生 NPC 放在一边，首先要分析该怎么从游戏世界里逃出去。马楼没有立刻说话，他冲吴卷竖起一根食指抵在唇瓣上，我们去安全的地方讲话。马楼所说的安全的地方是医院里某个主任办公室的柜子里，竖着的柜子里刚好能藏得下2个人。好了，吴哥现在安全了，这是我的第2个游戏世界，我是个恐怖游戏主播，平时老爱玩些恐怖游戏。现在我们所处的游戏名字我已经忘记了，但是剧情大概记得，主要是讲一位心术不正的科学家在医院里搞生化实验。吴卷若有所思的点头，这么说来，外面那些怪物都是科学家做实验研究出来的作品，结局是需要玩家找到科学家藏身的地方，然后干掉科学家，我们就能从游戏里出去。马楼记的剧情大概是这样。说到这儿，他紧张兮兮地对吴卷说，那个医生脸上掉下来的虫子就是让人类感染的导火索，也算是药引子。医生会把虫子混入凝胶中涂抹在人类身体上，但不是每个人都会被涂上凝胶，医生有自己的判断标准，虽然我也不知道判断标准是什么，不过马楼的运气一向非常好，他不好意思地挠挠头，我没有被医生选中。吴卷那张浓丽的脸上神色不变地点点头，我被涂上了凝胶。他撩起病号服看看自己的手臂，白皙的皮肤长出了淡红色的斑点，不痛不痒，按下去能感觉到颗粒感，多半就是马楼所说的虫卵。该死的霍修然！吴卷想着等霍修然恢复记忆了，他一定要拉上霍修然去武术场切磋。吴哥，你别说的这么淡定好吗？马楼狠狠打了个冷战。不要害怕，我记得游戏里面是有抑制针剂存在的，他们出现的地点比较随机，我会帮你找的。不过抑制针剂只能维持3个小时的效果，而且等到虫卵开始胀大孵化以后，针剂也不再管用。就像登记患者姓名的那位医生一样，他仅仅是靠着一层皮兜住那些虫子。可悲的是，在虫子快要完全孵化的时候，他还拥有自己的意识，能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快死了。那就先找针剂。吴卷对此不置可否，他要去找资料，看看资料上有没有记载科学家做实验的位置。马楼在打开柜子门之前，最后扭头对吴卷说了几个重要的地点，从这里出去，每一间主任的办公室里都有柜子可以躲藏，遇到追逐你的怪物一定要立刻躲进柜子，但是王主任的办公室没有柜子，千万不要去。两人在办公室门前分开，马楼选择返回来时的路，去找找看有没有抑制针剂。吴卷则是继续往前寻找记载科学家的资料。不是马楼记不住科学家实验室的位置，而是他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，游戏里本身就没有透露关于实验地点的具体消息。最后找到科学家是在一个不知名的楼梯间。吴卷很快有了收获，他在一位主任办公室的桌子上看见了摊开的资料书，正好记载着关于那位科学家的事迹。正在他想要细看的时候，走廊的声控灯熄灭，吴卷放缓呼吸，沿着桌子的边缘往门口走动，他的心脏高高提起，蹑手蹑脚回到墙根处，打开柜门开关，悄无声息地躲了进去。走廊上的声控灯亮起2分钟后熄灭，熄灭后下一盏更近的灯接着亮起，有东西正在慢慢靠近办公室。柜门上留有可以观察外部环境的缝隙，吴卷试图通过缝隙看清外面怪物的模样，但距离走廊太远，根本看不清。他只隐约感觉到外面那只怪物的体型跟正常人类差不多，穿着白大褂，走2步又停下。吴卷想让怪物快点来办公室里探查，等他离开自己就能继续阅读资料了。他目光落到身前的柜门上，伸出敲击了2下，铁质的柜门轻易就能发出巨大声响。做完这个动作后，他双手就紧紧抓着柜门，不让它轻易打开。外面的东西果然速度加快，他一头钻进吴卷所在的房间，并伴随着常人难以忍受的恶臭。吴卷感觉身上的皮肤在发烫，手臂上的疙瘩摸着更加明显。这股臭味难不成还是虫卵发育的必备条件吗？他屏住呼吸，忍受着难闻的味道，安静待在柜子里，抓着柜门。走廊外的灯光熄灭，但吴卷知道那只怪物此时正紧贴着柜门。不知道过去多久，在他腰背和小腿都变得酸麻时，外面的怪物终于放弃继续观察他，转而拖着沉重的步伐慢慢往外退。走廊声控灯再次亮起来时，吴卷看见了怪物的模样，正是登记处负责登记姓名的医生。他浑身上下重度腐烂，走路时拖带着一连串混杂的粘液。等到声控灯消失在走廊尽头，吴卷才小心翼翼地从柜门里钻出来，打开办公室的灯，拿着资料研究。资料上记载了很多名人，左边是名人照片，右边是名人的文字介绍，但姓名上似乎被人用黑笔涂抹。吴卷手指点在书上空缺照片的位置，再看看旁边熟悉的身高介绍，他心想科学
学家也是她老公吗？另一半马楼在出口处转了一圈，还真让他找到了抑制虫卵的针剂。黑暗幽深的走廊里，他一路狂奔，但是脚步声又很小，没有采亮走廊上的声控灯，一排办公室，唯有吴娟按下开关的那间办公室是敞开的。卧槽，吴哥这么大胆的，马楼都不敢往亮着光的地方跑，生怕看见吴娟的尸体。美人要是死了，尸体也比其他人要恐怖100倍，感觉死了还很美的人很容易诈尸。马楼躲在柱子后面，抱着2根针剂，蹑手蹑脚的朝办公室靠近。干嘛呢？赶紧过来！清冷的声音冷不丁在另一个位置响起，吓得马楼原地弹了下，差点扭头撒腿又跑回黑暗中。吴娟这一出声，他俩头顶的声控灯亮起，将2人的位置照得清清楚楚。